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船有多大吗？你见过比航母还要大上一大截的船吗？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一提起最大的船，相信很多领导第一时间会想起航母。确实，航母的确很大，但它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你知道吗？在全世界，除了航母这种大型海上移动工具，其实还有很多种体积非常庞大的巨型轮船。它们航行在海面上，就犹如一个浮动的城市。这些船上设有各种娱乐设施，以及在陆地上无法实现的娱乐项目，非常豪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见过这些庞然大物。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大的10艘船，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海上巨无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福特号航母。福特号航母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同样它也是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军舰。福特号航母的全长达332.9米，高76米，宽78米，满载排水量高达10万吨，水面以上的高度大致相当于20层楼那么高。它是美国在役的第11艘航母，这艘航母于2005年开始建造，2013年下水，2017年正式服役，耗时长达12年，造价约为130亿美金，是美国海军有史以来造价最高的一艘航母。福特号航母拥有78米宽的飞行甲板，配备电磁飞机发射系统和先进的阻拦装置。整个航母大小可运载75架飞机和4539名人员。该航母是由2座 A1B 核反应堆提供动力，航行速度可达每小时30节，也就是时速每小时50公里。此外，这座航母上的 A1B 反应堆的堆芯使用寿命长达50年，也就是说在50年内不需要为航母更换堆芯，从而增加了寿命周期内的执勤时间，具有理论上的无限续航能力。总之，这家伙就是非常大。然而在今天的视频里，这艘航母却只能垫底。比它还要大的就是位列第9位的玛丽皇后2号邮轮。这是一艘英国跨大西洋的豪华邮轮，确切点说，应该是一艘大型远洋班轮。班轮也就是客船或者定期船，简单点说就是定期开航的船舶，性质就类似于公交车一样，定期出发，到站下车。玛丽皇后2号是世界上唯一一艘仍在服役的远洋班轮。这艘船全长达345米，宽45米，高度达72米，重达148528吨，吃水深度达10米，满载排水量高达15万吨。在这座船上设有15个餐厅和酒吧，5个游泳池，1个舞池以及天文馆，还有各种娱乐设施，非常豪华。整艘邮轮可容纳2695人，但是船员就高达1000多人。还有就是这个大家伙的油漆量，但是为这座船的表面刷上油漆就需要大概300吨的油漆。再有就是它的动力，跟大多数的现代邮轮一样，玛丽皇后2号为电力推进，但是这座船的中央发电机组的发电量就相当于一座20万人口的城市供电量。这家伙航行在大海上就犹如一座小型的城市，非常壮观。好，第8个海洋和谐号。海洋和谐号是由皇家加勒比国际公司建造的绿洲级邮轮，它是世界上第3大客轮，它的总长度达362.12米，比法国的埃菲尔铁塔还要长出约50米，宽约66米，高约64米，重达226963吨，建造成本约为8亿英镑。与大多数豪华邮轮一样，海洋和谐号上同样也配备了餐饮场所与各种娱乐设施，非常豪华。这艘船分为7个街区，包括中央公园和浮桥。船上还拥有2747间大小不一的客舱，这些客舱可容纳5479名客人入住，全船的载客量高达6000人。更过分的是，在这座船上还设有一座拥有1400个座位的剧院和一个高达10层的滑梯，甚至迷你的高尔夫球场，娱乐设施应有尽有。身处这座船上，就犹如站在一个商业街的街道上一样，整个就是一个浮动的城市，那家伙非常巨大。好，第7个海洋交响号。它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绿洲级邮轮，这艘船的长度达361米，高72.5米，宽47米，重达228081吨。它的整体体积大约是泰坦尼克号的5倍。它与上面的海洋和谐号一样，同属于皇家加勒比国际公司经营的绿洲级邮轮。海洋交响号的长度虽然略低于海洋和谐号，但是海洋交响号的吨位总体要比海洋和谐号大。在这艘船上配备有16个供客人使用的甲板，以及22个餐厅、4个游泳池和2759间客房。它最多可容纳6680名乘客，以及2200名各机组人员。与海洋和谐号一样，这里同样配备了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非常豪华。登上这艘船就犹如登上了诺亚方舟。好，第6个海洋奇迹号。
海洋奇迹号与上面的交响号与和谐号一样，同样属于皇家加勒比国际公司拥有和经营的绿洲级邮轮。海洋奇迹号是该公司绿洲级邮轮中的第5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海洋奇迹号的总吨位为236857吨，长度达362米，船上设有18层甲板，2867间客房，可容纳6988名乘客和2300名船员，总体大小超过了曾经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海洋交响号。在海洋奇迹号没有下水之前，海洋交响号曾是世界上最大的邮轮，但是随着这艘巨型邮轮的下水，海洋交响号的头衔被取代。其实以上的3艘大型邮轮都是一个公司运营的，它们的大小都差不多，除了以上的3个，还有海洋绿洲号以及海洋魅力号都被列为绿洲级巨型邮轮。这种邮轮主要就是用于从事度假、旅行或者提供一些其他的娱乐奢华服务。邮轮的整体组织方式就像一个浮动的酒店，上面有配套的接待服务人员，整体来看其实就是一个娱乐性质的海上酒店。好，第5个 TI 级超级邮轮。TI 级超级邮轮包括 TI 非洲号、TI 亚洲号、TI 欧洲号与 TI 大洋号等4艘邮轮。这是一种主要用于运输原油的大型运输船，这种大型运输船的长度达到了380米，从船头到船尾的长度大约相当于4个足球场的大小。它的总吨位达到了234006吨，满载原油可达509484吨，航行速度每小时16.5节，约为每小时30公里。这种大型邮轮是由韩国的造船公司建造的，于2002年3月至2003年4月期间投入使用。由于这种 TI 级超级邮轮太过庞大，比巴拿马运河的船闸更宽，所以每次通过巴拿马运河的时候都需要进行压载航行，否则这种大船便不能顺利通过运河。还有就是这种超级邮轮的甲板之所以整个漆成亮白色，主要就是起到反射日间航行时照射在甲板上的阳光，降低原油受热挥发出易燃气体的速率。好，第4个开拓精神号。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船、建筑船、起重船。这艘船长达382米，宽124米，重达40.0342吨，排水量高达100万吨。要知道，即便是地球上最大的航母福特号，排水量也仅为10万吨。开拓精神号的排水量足足是福特号航母的10倍，它是世界上总吨位最大的船，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船。该船于2011年至2014年在韩国的一家造船厂建造，到了2016年开始海上作业。这个大家伙在作业能力这一块，那家伙相当厉害，它被称为海上的大力士。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这艘船上的主起重臂有48000吨重的提升力，船尾的起重臂也可以达到2万吨的提升力。它专为大型油气平台的单调安装和拆除，以及创纪录重量管道的安装而设计，主要用来铺设天然气管道或者移动海上的一些大型工作设备等等一些海上工程。最初建造这个大型起重船的时候，本来打算用2艘刚性连接的自行式超级邮轮组合在一起，然后利用平台将顶部安装成一体，组装成一个起重船。但后来由于缺乏合适的邮轮进行改装，造船公司只能自己新建船体。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么一个海上巨无霸从建造到下水仅仅用了3年时间。好，第3个中海环球号。在2014年，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集装箱船。中海环球号的船身长度达到了400米，宽58.6米，重达187541吨，吃水深度为16米，可运载19100个标准集装箱和2000个冷藏点。冷藏点就是冷藏集装箱，主要用来运输水果、蔬菜、肉类和其他类似的易腐烂的货物。整个中海环球号的船体大小超过了4个标准的足球场，船身长度相比以上的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的海洋绿洲系列邮轮长38米，比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母长67米，但是这艘船的发动机就高达17米，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船舶发动机。在航行时，中海环球号的最高航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3海里。这个大家伙于2014年12月从上海起航，于2015年1月7日抵达第一个停靠港英国的菲利克斯托港。就在到达这里的第2天，2015年的1月8号，中海环球号的世界第1大集装箱的地位被地中海航运公司的一艘大型集装箱船取代，第1大集装箱船的地位就此落幕。对了，还有就是在这艘巨大的船上仅有23名工作人员。好，第2个长帆轮。长帆轮也被称为永远的王牌，它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长帆轮的船体长达399.9米，宽61.5米，重达235579吨，大约与1178头蓝鲸或者38780头大象一样重。它一次可以装载24000个标准集装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除了长帆轮，还有长翼轮、长四轮等等一系列的集装箱船，都属于长荣 A 级集装箱船。
这里的长荣指的是中国台湾省的长荣海运公司。2021年3月底，在苏伊士运河搁浅的长四轮就是长荣海运公司旗下的 A 级集装箱船。在苏伊士运河搁浅的长四轮与长泛轮体积差不多，船身长度也达到了399.9米。当时由于船体过大，阻塞了苏伊士运河，导致全球航运中断。长四号在这里被困了将近1周，短短1周的时间，全世界的物价都受到了波动，造成了航运史上最大的交通拥堵之一。然而，这艘长四轮还不是台湾省长荣公司最大的船，最大的集装箱船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中国长泛轮。好，第一个，海上巨人号。1981年在日本横须贺港下水，这艘船的原本的订购者是一名希腊人，但是他在拥有海上巨人号3年后，也就是在海上巨人号从建造开始还没完工之前，这位希腊的订购者就因资金链中断，将这艘船转卖给了香港的船王董浩云。董浩云接手这艘船后，将增加了87000吨的水位，使其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邮轮。在那个年代，这艘运输原油，安全航行了7年后，这艘巨大的邮轮迎来了一次重创。在1988年的5月14日，海上巨人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时，由于受到两伊战争的影响，这艘大船遭到了伊拉克空军的攻击并沉没，最终沉没在海岸附近的浅水区。到了1989年，两伊战争结束后不久，挪威的一家海运公司花费3500万美元购买了这艘巨大的沉船。该公司将船打捞起来，并拖到新加坡的吉宝造船厂进行修复。在经过大规模的修复后，这艘船被改名为快乐巨人号。然而，挪威的这家公司在运营这艘巨大的邮轮时，并没有快乐多久。到了1991年，这艘船又以39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另一家挪威海运公司，同时再次更名为亚勒维京号。这次转卖历经10余年的服务后，到了2004年又被转卖给了新加坡籍的公司，并改名为诺克纳维斯号。该公司后将这艘曾经世界上最大的邮轮改装成一个永久停泊的储油轮，储藏原油。到了2009年12月，该船又被出售给印度的拆船业者。2010年1月4日，海上巨人号在印度被拆解。到了现在，只保存下来一个36吨重的船锚。自该船之后，全球再也没有一艘邮轮有如此的载重量。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狗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你见过世界上奔跑速度最快的狗吗？当我们想起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时，猎豹可能是第一个从我们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然而你知道吗？狗的奔跑速度其实也可以非常快。一般来说，普通狗的奔跑速度通常也就在每小时20公里左右。然而在全世界多达400多种不同种类的犬中，其中有一些狗如果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奔跑速度甚至都能够接近猎豹，非常强悍。这些狗通常都是用来帮助人们狩猎、追捕以及参加一些竞技运动。它们之间的绝大多数前身都是与野生动物相对抗的猎犬，综合实力其实并不亚于一些藏獒或者坎高这些大型猛犬。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11种狗，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极速犬种。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1个，捷克罗素梗犬。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快最小的犬种。捷克罗素梗的身高也就在38厘米左右，体重不到20斤，但它们的爆发速度却远远大于它们的体型。捷克罗素梗可以以每小时48公里的速度奔跑，对比它们的这种体型来看，速度其实已经非常快了。这种狗原产于英国，最初是人们用于狩猎狐狸的小型猎犬。由于它们的动作敏捷，胸部狭小而柔软，所以能够进入狐狸的巢穴中，对狐狸进行驱赶，甚至在地下追踪猎物。它们的体型虽然不大，但攻击性却极强。捷克罗素梗是一种精力非常充沛的品种，它们依赖于高水平的锻炼和刺激，非常活泼。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训练，这种狗可能会变成一种喜怒无常且带有攻击性的恶犬。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威马猎犬。这是一种原产于德国的一种中大型犬。在19世纪，饲养这种狗的人大多数都是德国的贵族。在当时，德国的贵族们用威马猎犬来狩猎狼、山狮，甚至是熊这些大型野兽。后来，随着大型猎物的数量逐渐下降，这种狗则被继续用来猎杀较小的动物，比如兔子或者狐狸。这种狗的体型中等，它们的身高可达70厘米，体重可达80斤。单从它们的外观不难看出，这个家伙的身形属于运动型的。作为一个帮助人类狩猎野生动物的猎犬，它们的敏捷性与速度都非常优秀。这个家伙最高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5公里以上，并且它们的耐力也很强，不会轻易的疲倦，相当厉害。第9个，法老王猎犬。这是一种源自埃及的古老犬种，据保留下来的骨骼表明，这种猎犬已经在中东生活了至少5000年。早在4000年前的古埃及画像中就出现过这种犬。
这种狗之所以叫法老王猎犬，是因为在古埃及的文献记载中，这种狗曾经很受埃及国王图坦卡蒙的偏爱，甚至狗死后，他还命人将这种狗的躯体包裹起来，抹上香膏，再放进棺木里，好让它与当时古埃及一些有地位的人一样，可以在神的面前取得荣耀。由此可见，这种法老王猎犬在当时的古埃及的地位有多高。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法老王猎犬在马耳他仍被当作国兽，并且在马耳他当地还发现了刻有法老王猎犬肖像的银币。这种狗之所以会获得如此尊贵的身份，当然也离不开它们自身出色的狩猎能力。这种狗的体型纤细，并且肌肉发达，这使它们能够快速奔跑。法老王猎犬在追捕猎物的时候，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56公里。在当地，这种狗经常被用于帮助人们猎杀兔子，是一个猎兔能手，因此它也被称为猎兔犬。对了，还有就是这种狗有一个特殊的特征，就是会脸红。它们在兴奋或者高兴的时候，耳朵和鼻子就会变成亮粉色。第8个，惠比特犬。这是一种原产于英国的运动型猎犬，它的四肢修长，整体看上去比较瘦小柔软。虽然看上去并不是太强壮，但它们却拥有非常惊人的力量与速度。惠比特犬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被用于参加各种竞技赛跑比赛，它们的提速非常快，在高速奔跑的时候，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56公里。除了比赛，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们还经常利用惠比特犬帮助抓兔子，以及获取一些小型的猎物。惠比特犬的性格温顺，并且非常聪明，易于训练，对待主人也非常忠诚。如果训练得当，这种狗既可以当作伴侣犬，也可以当作猎犬，陪人们一起去狩猎野兔。当然，它们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护卫犬。第7个，猎狼犬。猎狼犬也叫俄罗斯猎狼犬，这是一种分布于俄罗斯的大型猎犬。这种狗的身高可以达到85厘米，体重接近100斤。在以前，这种狗曾被俄罗斯的贵族用来捕猎狼。猎狼犬是一种视觉猎犬，它们在帮助人们捕猎的时候，主要依靠的是视觉，而不是像绝大多数的狗那样是靠嗅觉。为了达到最佳的捕猎方式，猎狼犬需要非常特殊、精确的身体结构，特别是速度。视觉猎犬的共同特征就是速度，它们需要利用极快的速度去锁定追捕猎物。在急速奔跑的时候，猎狼犬的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56公里以上，它们要比一些野生的狼奔跑速度还要快。在猎狼的时候，俄罗斯猎狼犬通常都是成队出动，攻击方式也非常凶猛。它们会咬住狼的脖子，将狼拖倒在地上，然后等待猎人前来捕获。这种犬虽然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凶猛，但实际上它们的性格不太开朗，特别是对陌生人。陌生人如果贸然靠近它们，很有可能会遭到它们的攻击。不过它们对待主人还是非常忠诚的。第6个，斑点狗。斑点狗也叫大麦町犬，这种狗原产于南斯拉夫，是一种中型猎犬，它的身高可达58厘米，体重可达50斤。身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皮肤上的黑色的斑点。这种狗具有极大的耐力与速度，它们的后腿肌肉发达，强健有力，在向前奔跑的时候，最高时速可以接近每小时60公里。这种狗非常聪明，它们属于一种听话易驯的品种。由于聪明易驯，使得它们的角色多变。很久以前，大麦町犬被用作猎犬、战犬、马车犬，甚至是消防犬。它们最出名的就是为消防员工作。在很久之前，没有机动车的年代，消防车都是由马匹牵引的。在消防马车出行的时候，途中会有一些人们散养的家禽阻碍消防马车的出行。斑点狗的任务就是负责在消防车行驶的时候，帮助清理掉阻碍车辆通行的动物或人。当到达火场的时候，它们也可以帮助消防员护送消防设备，然后看护马车与消防设备。后来随着马拉车被机动车逐渐取代，斑点狗的消防犬这个角色也就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不过至今为止，在世界上很多的消防队里，斑点狗仍被许多消防员当作宠物饲养。由于其历史原因，这种狗经常被当作是消防队的吉祥物。第5个，伊比赞猎犬。这是一种原产于巴里阿里群岛的大型猎犬，这种狗的身高可达80厘米，体重可达50斤以上。它是一种视觉敏锐、嗅觉灵敏，并且拥有惊人弹跳力的猎犬。这种狗静止状态下，也就是原地跳跃，可以跳到1.8米的高度，高速奔跑的时速也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它们具有很强的猎物驱动力。饲养这样一条狗需要具备一个非常高的栅栏，并且需要一个安全封闭的区域，因为这种猎犬一旦摆脱束缚跑出去，它们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回到主人身边。不回家不是因为不认识路，是因为它们具有猎物驱动力。猎物驱动是食肉动物寻找、追捕和捕捉猎物的本能倾向，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在外面自行获取猎物，等到它们玩够了也会回家休息。第4个，维兹拉猎犬。这是一种来自匈牙利的犬种，属于国际犬业联合会第7组指点犬种，在所有运动型犬种中占有非常高的地位。
维兹拉猎犬是一种中型短毛猎犬，它的身高可达64米，体重可达50斤以上。它们是天生的猎人，具有非常出色的训练能力以及强悍的驱动力。在高速奔跑时，维兹拉猎犬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非常强悍。再有就是这种狗的性情非常敏感，它们不像大多数的狗那样受到严厉斥责会害怕。维兹拉猎犬在面对严厉的训练时，可能会比较激动，很容易受到伤害。简单点说，就是面对维兹拉猎犬，需要对它们好好说话，不要对它们龇牙咧嘴，它们不吃这一套，典型的吃软不吃硬，脾气比较刚。第三个，阿富汗猎犬。阿富汗猎犬也叫卡布尔犬，这种犬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4000年前就有阿富汗猎犬的画像。这种犬原产于中东地区，曾经被用来狩猎瞪羚、狼、雪豹这种奔跑速度极快的野兽。这种犬外观优雅，看上去给人的感觉非常高贵。它曾多次被用于各国皇室的专用猎犬。阿富汗猎犬的身材高大，它们的身高可达73厘米，体重可达50斤以上。纤细的体型赋予了它们极快的奔跑速度。在高速奔跑时，它们可以以每小时65公里左右的速度高速飞奔。在奔跑的时候，它们步态轻盈，体质高雅，身上的长毛随风飘逸，看上去十分漂亮，有着越野赛跑者之称。由于其腿脚敏捷，在一些地方，人们也会将阿富汗猎犬用于参加赛犬活动。它们的性情仅限于对人类温顺，对待其他动物可能并不会那么友好。这种狗的特点就是胆大、独立、自主性强。在遇到猫、鸟或者老鼠等等一些常见的小动物时，阿富汗猎犬多数都会快速地冲上去，对其进行撕咬或者恐吓。这是因为它体内残留着猎犬血统的缘故。毕竟在以前，它们是在野外帮助人类对抗狼与豹子这种野兽的猎犬。第二个，萨路基猎犬。萨路基猎犬也叫波斯灵体犬，它是从视觉猎犬发展而来的标准化品种，这是一种原产于伊朗的大型猎犬。萨路基猎犬的身高通常都会略高于70厘米，但是体重仅在40斤左右，整体非常的瘦。这种狗曾经被游牧部落用来追捕猎物，它与阿富汗猎犬一样，历史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因为人们曾在古埃及陵墓的墙壁上也发现了与萨路基猎犬极为相似的猎犬。这种狗的体型虽然看上去比较瘦，貌似弱不禁风，但实际上它们是一种具备非常强悍杀伤力的优秀猎犬。由于有着飞快的奔跑速度，在阿拉伯家中，它们被广泛用于捕捉羚羊。它们会在猎鹰的指引下向羚羊发起进攻，有时候它们甚至能够独自猎杀一头羚羊，战斗力非常强悍。在奔跑的时候，萨路基猎犬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8.8公里，并且它们可以在更长的距离内跑得更快，耐力非常的强。第一个，灰狗。灰狗也叫灵体犬或者格力犬，这种狗专为速度而生，它们拥有流线型肌肉发达的身体以及特殊的身体器官。它是世界上奔跑速度最快的狗，在高速奔跑时，它们的速度可以高达每小时72公里，相当的快。这种狗与以上的大多数猎犬一样，原产于中东地区。成年的灰狗身高可达76厘米，体重可达60斤，是一种极其难得的纯种犬。这种狗的头部长长的，口吻部分非常接近锥形，这种特征可以帮助它们在冲刺期间减少阻力。还有就是它们的鼻孔要比其他的犬种大，这可以保证它们在高速冲刺时能够确保呼吸顺畅，像猎豹一样。总之，从上到下的每一处身体部位都在为速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狗虽然奔跑速度极快，但是它们的耐性不足，只能适应短时间内的快速奔跑。在全世界，一般人是不会选择这种灰狗作为护卫犬或者伴侣犬饲养的，因为这种狗除了价格昂贵，它们的性情也与普通的家犬也大不相同。灰狗实际上并没有看家护主的习性，它们不喜欢吼叫和攻击陌生人。这种狗大多数的时间都非常慵懒地趴在一些温暖舒适的地方，平常也不怎么喜欢运动或者锻炼。外加上它们拥有超强的爆发力和速度，身上短而光滑的背毛使其非常容易受伤，尤其是擦伤和骨折。在活动的时候，极快的速度非常容易撞上一些坚硬的物体，导致受伤。综合种种原因，一般人是养不起这种狗的。在中东地区养这种狗的人，通常都是一些经济能力较强的，他们主要也是利用灰狗参加各种竞技活动，很少有人会将这种狗当作家犬饲养。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见过成千上万条毒蛇聚集的景象吗？你听说过巴西的蛇岛吗？你知道吗？在全世界，有些看上去景色非常漂亮的岛屿，实际上是一个分分钟就可以夺走我们性命的恐怖之地。这些岛出于各种原因，变成了人类无法涉足的禁区。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危险的8座岛屿，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恐怖之地。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8个，
格鲁伊奈岛。这是一个位于英国苏格兰西北部海岸附近的一座椭圆形小岛。这座岛长约2公里，宽约1公里，面积不大。它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仅为1公里的距离。这座岛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却是一个满载病菌的恐怖之地。在1942年二战期间，英国人为了测试生化武器，因此必须找一个偏远无人居住的岛屿。通过筛查，最终就选定了格鲁伊奈岛作为生化武器的试验基地。当时为了观测效果，武器专家将80只羊带到这座岛上，然后引爆了装满炭疽孢子的生化炸弹。生化炸弹引爆后，羊感染了炭疽病，短短几天的时间，羊便开始陆续死亡。虽然在生化试验过后，人们将感染炭疽的羊尸体焚烧处理掉了，但这些生化病毒仍没有完全消失。为了避免人类不小心感染，因此这座岛被禁止进入，主要就是怕岛上的炭疽病毒再次传播到人类身上。要知道，炭疽这种病是一种传播性非常强的病毒，它的主要传播途径就是通过接触感染。一旦染上这种病，我们的皮肤就会出现水肿、溃烂、身体发热并呕吐，症状与我们在一些影视剧里看到的生化武器感染的样子差不多，非常可怕。这座岛自1942年封禁之后，过了48年的时间，当地的高层宣布该岛已经被净化并解除了封禁，但是至今为止，仍没有人敢轻易踏入这座小岛。好，第7个，波韦利亚岛。波韦利亚岛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和利多岛之间。你可能很难相信，几个世纪以来，有超过10万多人死在这座小岛上。导致这么多人葬身至此的原因就是瘟疫。这里的瘟疫其实并不是这座小岛自带瘟疫，而是携带瘟疫的人都被集中到这座小岛上并死亡。在1793年，当地的一些货船上发现了多起鼠疫病例。当时人们为了抵抗隔离这种瘟疫，便将玻利维亚岛当作检疫站使用，也就是把感染瘟疫的人都集中在这座小岛上隔离。在这期间，岛上的一些因感染鼠疫丧命的人，尸体就会被送到岛上挖的一些坑中焚烧并掩埋掉。掩埋尸体的坑洞在当地被称为瘟疫坑。之后经过人们对该岛的探索，发现几个世纪以来，岛上估计有超过10万以上感染瘟疫的人被掩埋在这座岛上的瘟疫坑中。直到1922年，当地人才将这座岛重新改造成精神病院使用。传言这座岛在精神病院时期，曾经有一名医生在岛上通过各种残忍恐怖的手段杀死并掩埋了很多精神病患者。事情败露之后，这位医生声称自己是被幽灵逼迫才杀害病人的。到了1930年，这名杀害病人的医生也从这座岛上的钟楼处跳下自杀。1968年，岛上的精神病院也被关闭，从此这座小岛就被人们废弃，变成了一个空无一人的鬼岛。更可怕的是，几十年后，附近的居民仍有传言，声称能够听到这座钟楼上的钟声。更有传言说，这座岛上死的人太多，有幽灵出没。总之，关于这座岛的话题，通常都是比较恐怖的。废弃之后，这里就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最闹鬼的岛屿。不过，总的来看，这座小岛其实并不致命，但却足够恐怖。可能有一些历史原因，才导致人们对这座小岛充满恐惧。好，第6个，兰里岛。兰里岛也叫盐别岛，这座岛位于缅甸孟加拉湾的东岸，整座岛的面积达到了1350平方公里，这里是缅甸面积最大的岛屿。这座岛的恐怖之处就在于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兰里岛靠近海岸，岛上有大片的红树林沼泽，在这些沼泽里生活着上万只咸水鳄，也就是湾鳄。湾鳄这种动物，相信各位领导并不陌生，它是所有鳄鱼种类中体型最大的，同样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一条成年的湾鳄体长可达7米，体重更是高达1吨。在野外，这个家伙几乎没有天敌。如果在野外遇到它们，即便我们手持杀伤力武器，也不一定能干得过它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早在2战期间，这里就曾经发生过上千名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兵被这里的鳄鱼吃掉的事情。在1945年的2月19日，日本兵与英国人在兰里岛发生了一场遭遇战，战斗从白天打到太阳下山，日本兵被迫退回到兰里岛的沼泽地。就在夜晚休战的时候，英军的执勤人员发现岛上发出日军激烈的枪声和惨叫声。当晚英军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以为日本兵遇到其他同盟军的拦截了，直到天亮后才发现，进入沼泽的1000多名日本兵有900多人已经死亡，在周围只发现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残肢断臂以及很多鳄鱼的尸体。之后人们猜测，这1000多名日本兵可能是遭到了兰里岛上咸水鳄的袭击。虽然日本兵当时携带有重武器，但当时是晚上，本身就疲惫的日本兵再加上视线不好，即便用机枪拼命扫射，也招架不住兰里岛这些体长达7米以上的大鳄鱼袭击，非常可怕。好，第5个，三宅岛。这座岛位于日本，整座岛的面积约为55.5平方公里。这座岛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的身份。这个小岛本身其实就是一座成层火山，是由火山岩屑和岩浆共同组成的岛屿。
这种层层火山属于一种非常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火山，也就是说它们会不定期的喷发，并且频率可能会很高。一般情况下，类似于这种火山岛一般是没有人居住的，但是在这里不一样，在这里有多达2000多名日本居民就生活在这座火山下。最近一次火山喷发就发生在2000年，这次喷发整整持续了4年之久。这里除了火山还有地震。2013年4月17日，但是这一天里，在这座小岛上就连续发生地震21起，其中最强为6.2级。频繁的地震加上不定时的火山喷发，无论从哪一点来看，这里都不适宜人类居住。然而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里虽然地质活跃，但是气候却特别适宜人类居住。这里属于温和多雨的海洋气候，每年平均气温都在17.5度，一年中的气候非常温和，冬暖夏凉，四季气候宜人。如果没有火山与地震，这里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完美的栖息地。对了，还有就是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曾被要求出门必须携带防毒面具，因为火山会源源不断地向地面喷出二氧化硫这种有毒气体，如果不小心踏入毒气蔓延的区域，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至今为止，在这座岛上仍有1/3的地方被禁止进入。好，第4个，比基尼环礁。这里位于太平洋中西部的马绍尔群岛北部，整片岛屿环绕着一个594.1平方公里的中央泻湖。这里风景秀丽，景色宜人，但却很少有人敢轻易踏进这里，因为这座岛曾经是世界上放射性物质最强的地方，也就是核辐射。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本属于日本管辖的马绍尔群岛被美国占领。美国自1946年占领该岛后，至1958年间，前后总共在马绍尔群岛进行了多达67次核试验，但是在比基尼环礁这片区域就进行了多达23次的核试验。据估计，但是在这里爆炸的核弹总当量就达到了广岛原子弹爆炸当量的7000倍。核试验结束后，这里就常年被笼罩在挥散不去的核污染之中。虽然现在距离核试验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至今为止，这片岛屿上仍被检测出有放射性物质，不适宜人类居住。好，第3个，娃娃岛。这是一个充满诡异的岛屿，在这座岛上到处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破旧的布娃娃，有的没有头，有的没有胳膊，很多布娃娃都残缺不全，晃晃悠悠的被挂在树上，看上去非常恐怖。这座娃娃岛也叫玩偶岛，这里位于墨西哥城中心以南的霍奇米尔科海峡之间的一个湖上，是一个极其诡异的地方。在整座岛屿上挂着多达1000多个布娃娃，据传说这些布娃娃的来源与一个在这座岛上死亡的小女孩有关系。据传说当年有一名小女孩被河里的百合花缠住溺水身亡，就在小女孩溺水的时候，一直居住在这座岛上的一个花匠听到了小女孩的呼救声，于是花匠便赶紧跑过去拯救溺水的小女孩，但是结果却不尽人意，当花匠赶到时，小女孩已经被淹死了。从此之后，这位花匠便每日夜不能寐，一闭上眼睛就会出现那个小女孩的呼救声。更诡异的是，自从小女孩淹死在这里之后，花匠在岛上遇到了很多怪事，他连着几天在淹死小女孩的那条河中都发现了破旧的布娃娃。花匠认为这是小女孩的鬼魂在缠着自己，为了避开小女孩的鬼魂，花匠便每日四处搜寻破旧的人偶，挂在这座小岛的树上，以此来驱邪。从此以后，陆陆续续的不断有人也将自己的旧娃娃挂到这座岛上，认为这样能驱邪。但尽管如此，花匠也没有得到善终。2001年，这位花匠莫名消失了，当人们找到他时，发现他已经淹死了，而且死在与溺水女孩完全相同的地方。这个岛屿的故事很快便在世界上传播开，于是便吸引来了很多喜欢超自然现象的人前来探险。经过几番炒作，这座娃娃岛就成为了人们口中闹鬼的岛屿。虽然这座岛上并没有能够威胁到我们生命的动物或者其他有害物质存在，但它的可怕程度毋庸置疑，相当恐怖。好，第2个，北森提奈岛。北森提奈岛也叫北哨兵岛，这里位于印度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之所以说它与世隔绝，是因为在这座岛上的土著人几乎从不离开这座岛，世界上的现代人类也绝不敢轻易踏入该岛。毫不夸张地说，这座岛靠近必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座岛上生活着一群土著人，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据估计，这个土著部落已经在这座岛上生活了6万年，在这6万年里，他们从未与外界接触，一直没有被现代文明入侵，至今为止仍然保持着原始的生活方式。现代人类之所以无法进入该岛，是因为在岛上的土著人非常不友好，他们不喜欢现代人类靠近他们。一旦有船只靠近该岛，岛上的土著居民就会使用各种方式向入侵者发起攻击。在1880年，现代人类发现该岛至今，人们曾多次尝试与岛上的土著部落接触，但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现代人类有多次被岛上的土著人攻击致死的事件发生。
最后的结束是在2006年，有2名钓鱼者不小心误入北哨兵岛的范围，结果被岛上的土著人射杀致死。从此之后便再也没有人接触该岛，非常危险。好，第一个大凯马达岛。大凯马达岛就是我们熟知的巴西蛇岛，这座岛位于大西洋，靠近巴西海岸。整座岛的面积不大，只有0.43平方公里，但就在这不到0.43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生活着大约10多万条蛇。你敢想象吗？一脚踏入该岛，几乎每走一步就会遇到一条蛇。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蛇。这还不够恐怖，更可怕的是，在这座岛上生活着一种名为金毛头蝮蛇的毒蛇。这里是这种金毛头蝮蛇唯一的天然栖息地，在整座蛇岛，但是这种金毛头蝮蛇的数量就达到了约4000条左右，平均每5平方米就会出现一只金毛头蝮蛇。这种蛇是南美洲的剧毒蛇类，它们的个头不大，成年的体长一般不会超过1米，体型不大，但毒性却极强。这座岛上的金毛头蝮蛇的毒性是其他地区普通毛头蝮蛇的5倍。它们个头虽然不大，但是咬死一个人相当轻松。更恐怖的是，被这种金毛头蝮蛇咬到，伤口会造成严重的溃烂，也就是说，这种蛇的毒液可以腐蚀肉体，非常可怕。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